你知道英国历史上第一台达成100万辆销售的是哪台车吗？我猜你一定立刻想到那个名字。错了，不是 Mini。不过这台创下纪录的汽车还真的跟 Mini 有点关系，因为设计这台汽车的设计师就是 Mini 的设计师。这台汽车就是 Morris Minor。Morris Minor 是 Morris 汽车的一款车型，而 Morris 汽车则是由 William Richard Morris 创办的车厂。在那个年代 ，Morris 是英国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Morris 拥有多个车厂品牌。在被授予 Nuffield 子爵后，他的企业王国改称为 Nuffield Organization， 其中就包含了 Morris、Wolseley、MG 以及 Riley 等几家著名车厂。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限制民用车生产，但是在2战末期，精明的商人们已经发现汽车产业有可能蓬勃发展。这时候 ，Morris 汽车公司的副主席 Miles Thomas 希望开发新车种，尽快投入这个市场。他注意到公司里面的一个新进工程师 Alec Issiganis。1936年 ，Issiganis 加入 Morris 汽车。他主要参与开发了汽车的独立前悬吊系统，以及 Morris 汽车多项开发专案。刚才提到 ，Morris 汽车副主席 Miles Thomas 希望开发一款小型家用汽车，以取代当时的销售主力 Morris 8。老实说，这并不容易，因为 Morris 8是当时 Morris 车厂最畅销的车款。从1935年发表，一直到1948年。其热销程度甚至让 Morris 汽车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要取代这么重要的一辆车，这个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Thomas 将这个专案交给 Morris 的技术总监 Sydney Smith 负责，但是他让 Issiganis 负责整个车子的设计。当时的开发团队给这个非常重要的专案取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名字 Mosquito。Issiganis 希望设计一辆外部尺寸不要太大，但是内部空间尽量宽敞的汽车，感觉很熟悉，对吧？这也是他后来设计 Mini 的想法。他希望设计出来的车有出色的抓地力与精确转向，任何人都可以安全轻松的驾驶。我把 Morris 8跟依据这个专案开发的 Morris Minor 2台车放在一起，说明一下 Mosquito 当时导入的创新设计有哪些。一体式车身外壳。采用齿轮斜线齿条的转向系统，采用14寸的车轮，这比当时大部分汽车采用的17寸车轮尺寸小多了。把引擎位置安装到前轮的正上方，而不是前轮的后方。前轮搭配了独立悬吊，提高乘坐舒适度。Issiganis 的想法很完美，但是大老板 Morris 非常有意见。Mosquito 这个计划如果完全按照最初设计，必须搭配新设计的引擎，车子的最终价格可能会非常夸张。站在营运角度上 ，Morris 其实比较喜欢继续生产传统的 Morris 8，但是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 Austin 汽车已经准备生产新的轿车 A40 Devon。在时间压力下 ，Morris 不得不批准让这台车修改后上市。不过为了成本考量，他仍然坚持使用旧世代引擎进行量产。虽然只能用旧世代的引擎 ，Morris Minor 在发表后却成功达成目标。最主要是 Issiganis 的设计让这台车大受欢迎。从1948到1971年，超过20年的销售时间内 ，Morris Minor 可以分为3个世代：1 1948到1953；2 Series 2 1952到1956；3 1000 1956到1971。1948年发表的第一代 Morris Minor， 采用的是1938年发表的旧引擎 918cc。1949年 Morris Minor 开始外销，到了1953年 ，Morris Minor 销售量达到了25万辆。1951到1952年 ，Nuffield Organization， 也就是 Morris 汽车的母公司。与对手 Austin 汽车公司合并成英国汽车公司 BMC。
在汽车开发上可以开始使用共用系统。这时候 Morris Minor 做了重大的修改，传动系统换成 Austin 系统，引擎则是换成 803cc 的 Austin A 系列引擎。1952年发表了 Morris Minor Series 2， 以及 Morris Minor 车系里面最受欢迎的旅行车款 Traveler。Traveler 的后半部采用木框架，前面维持 Morris Minor 车头造型。当时这台车是由 MG 工厂进行组装，在销售上大受欢迎。1952到1956年期间 ，Series 2生产了将近27万辆。让 Morris Minor 车系真的大卖的，是在1956年发表的 Morris Minor 1000。Morris Minor 1000与之前的 Morris Minor 最大的外观差别，在于挡风玻璃做了大幅改变，从原本的两扇式挡风玻璃改为一体式的挡风玻璃。内装方面，则是在仪表板的中央安装了大型圆表，里面有时速、里程、油耗等资讯。1000系列搭配了 948cc 的新引擎，引擎与传动系统换成 BMC 集团的新设计。这时候集团量产的威力出来了，因为这套新系统同时用在 BMC 集团下多种车型上，共享零件让生产以及维修成本大幅降低。Morris Minor 1000在整个生产周期期间内，总共生产了将近85万辆。1960年12月，第100万辆 Morris Minor 上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辆达到这个量产数字的英国汽车。为了纪念这个非凡成就，当时限量生产了350辆双门的 Morris Minor 轿车。引擎盖侧面的徽章名称，则是从原本的 Minor 1000改为 Minor 1 Million。1962年后 ，BMC 集团的新车已经开始销售，新的车款代码为 A、D、O。在新的车型中，有2款车仍然以 Morris 的名称继续销售，一台是代号 A、D、O、16， 名称是 Morris 1100， 另一台则是代号 A、D-O-15， 名称是 Morris Mini Minor。有没有觉得 Morris Mini Minor 的名字跟外形很熟悉？是的 ，A-D-O-15 就是第一代的 Mini， 设计者同样是 Isignis。当时的 Mini 是以2个名号销售，一个是 Austin Mini， 另一个则是 Morris Mini Minor。1971年4月，在生产完 Traveler 版本后， Morris Minor 正式停产。至于为什么后来停下了这个型号，主要是2个原因，一个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就是第2次的以阿战争，让当时汽油短缺，连英国都要实施汽油配给，这让消费者开始喜欢低油耗的小型车。另一方面是因为在1951年后，销售上遇到的一个强大对手，让 BMC 必须思考调整车款。这个对手是谁？就是大名鼎鼎的福斯金龟车。当初对这台车有兴趣，是刚好看了 Wheeler Dealer 在翻新 Morris Minor 1000 Traveler。当时看到 Ed China 与 Mike Brewer 在维修这台车的过程，2个人都对这台车赞不绝口，让我一时好奇，开始去搜寻这台车的历史。在看到 Morris Minor 的照片后，发现这种老车漂亮的曲面真的太好看了。由于之前刚做过一台 VW 金龟车，对这种曲面造型刚好有些制作心得，所以决定做一台验证自己的想法，顺便收藏起来。用雷射切割制成来制作出曲面车身。剖面组装的方式在设计上是最简单的，只要想办法做出沿着曲面的投影线段，就能够做出非常漂亮的造型。唯一的缺点是组装的时候会比较痛苦，因为剖面的数量必须要够多，造型才会漂亮。根据我的经验，剖面之间的距离等于木板厚度时，可以在造型以及组装难度上取得最佳平衡。最后，来看看成果吧。谢谢您跟我一起回顾了 Morris Minor 这台英国古典车的简短历史，也谢谢您看到最后。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非常感谢。